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由新大洲本田推出的全新 CB190TR。那190这几台车，我最中意的外观就是 TR 的系列，现代运动复古风。那这种设计语言搭在一台小车上，这个车的整备质量只有140几千克，轴距只有1.3米几，它就会从视觉上给你一种比较精干、小巧、年轻、时尚的感觉啊。而且新的系列就这个版本啊，它更加接近它大哥 CB650的那种感觉啊，就所谓的 New Sport 咖啡啊，饱满感对比老款的话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啊。好，我们先从车头部分看起啊，经典复古车必须要有的元素嘛啊，圆灯配圆表。仪表的部分，我们等到第一视角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啊。整个大灯都是全新设计的，它采用 LED 的光源啊，包括转向灯也采用圆形的这种设计语言。大灯其实是上下分离的，底下是它的近光灯，上面是它的远光灯啊。我在车库已经试过了，整个照明效果还是不错的。亮灯的画面跟大家做一个展示，而且灯碗这种饱满感看着还是不错的，特别从侧面这个角度看下去啊。好，转到下面看一下啊，倒立的减震，强调一些运动的属性啊。刹车依然是日新的双活塞搭一个单底啊，这个莲花盘也算是它的一个视觉亮点啊。那这次比较大的一个升级，尤其是安全方面，就是它采用了双通道的 ABS， 这个其实大家已经念叨很久了嘛。那从安全性能上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升级。轮毂也换了全新的样式，轮胎的改变算是这个车整个调性的一种变化，因为我们知道之前配的那种龟背胎嘛，很多人改一下把手啊，怎么有种小 ADV 的感觉啊，攀爬风啊。那这次换了由振兴提供的公路胎，那整个取向就靠近公路这边了啊。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跟接近更多人的一个使用场景嘛，对吧？好，转到侧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来塑造更加接近650的那种风格的啊。其实很简单，因为这个车侧面面积比较小嘛，一些覆盖件呀，对吧？你改变一下，你包括底下以前是那种就是防护板，现在改成导流罩，然后上面的油箱还有坐垫下面啊，整个覆盖件给它加上去啊。包括这次油箱也算是一个升级了啊，造型前凸了一些，有容量来到了12升啊。这个 logo 的话也变成了单独的 Honda 的 logo 啊，当然这些都是可以抠下来，底下是它的身份啊 ，CB190TR，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在阳光下这种颜色调的还是不错的啊，有3个颜色啊。然后底下变成了这种导流罩的一个设计啊，我们从那边看一下啊，其实非常简单嘛，但是这个一体性就整个车身的风格语言上会更好。作为底下的这种覆盖件啊，就面积比之前确实大了很多啊。当然它这个质感嘛，就是那种塑料件给你传递的感觉啊。转到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发动机的部分，就非常熟悉的动力平台了，实际排量184cc， 那功率的话是12.3千瓦，这个定位也非常明确，就是一个代步的入门级的啊，这样一个讲究的是一个皮实耐用还有燃油经济上面的一种考虑啊，跟它的目标群体还有使用场景是比较搭的。那离地间隙是145啊。转到上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后置的中央减震啊，这边的副车架还有挡泥碗的一部分其实都可以看到啊。好，我们转到上面看一下它的排气管啊，做了熏黑的一个处理，上面也是一个防烫件，尾部的话是一个金属高亮的感觉，它的体量感没有很夸张，大家从这个角度看一下，跟整车的一体性还是比较协调的啊。当然整个后摇臂啊，经典的本田方管就被露了出来，是吧？啊，其实在这个级别或者这种定位上啊，这个配置非常常见了，就很本田，对吧？好，后刹我们来看一下日新的，然后搭一个单碟啊，这个效能其实因为这个车重的原因，我觉得还好了啊。然后后轮胎也是正新的嘛，宽度是140，这个尺寸跟整个车的排量啊灵活性的同时，视觉上我觉得照顾的都还可以啊。然后尾部的造型比较简洁啊，之前发的他们那个曝光图是吧，也有一个这样的。那亮灯的效果类似于一个圆圆的 U 型是吧？再搭上它的这种转向灯啊，也是圆形的这种设计。那要么圆，要么就是半圆啊，就比较简单。好，我们转到正面看一下它的坐垫部分啊，坐垫其实跟之前的感觉也不太一样啊，海绵填充还挺厚实的。啊，是比较防滑，摩擦力比较大的那种感觉，对吧？啊，按压下去舒适性感觉还是不错的，我觉得比之前那个版本啊，就是能盖软一点。然后油箱和坐垫的夹角也比较平缓，对于小画使用照顾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哎，这个阳光下这个红色感觉还挺漂亮，对吧？好，转到侧面我们来讲一个事情啊，当然不是它的挡杆，也不是这边的后摇臂，而是它的这个大撑、小撑，对吧？第一，它没有边撑熄火，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。第二，我总感觉啊，这个边撑啊，这个角度有点大，大家看一下，车有点过于斜了。我第一次立车的时候，我倒下去，哎，感觉好像没有停到一样啊。
好，我们看一下它的第一视角啊，先看一下油箱，油箱现在来到12升的一个容量啊，然后侧面这种棱角的线条显然比较利于你加车嘛，这个车到底需不需要加车？然后采用了一个拼色的设计，中间有一个小小的 logo， 对吧？当然它就不是金属件，因为它是塑料件整个覆盖上去啊，那种金属的光泽就没有了。但是这个红色看着还行吧啊，中间是一个锁芯。我们先从手把按键看起啊，这个反光镜是我很喜欢，它比较大，然后圆圆的，你知道这就很好用啊。滑动离合手感很轻，你看我一直就可以掌握啊。这套按键就很老演员了，颗粒感很大，用起来阻尼回弹也没有什么问题，对吧？没有做非常复杂的那种布局，废话，没有那么多功能让你去布局嘛，这种大颗粒的感觉啊。好，转到这边也是啊，拉线油门。还有刹车的上泵手感，等一下我们骑起来的部分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其实第一视角你可以看到要节约成本啊这种限制，那跟之前的版本啊，包括这种漆色呀、金属干没有什么明显的提升，可能这次提升主要还是想把钱花在刀刃上，对吧？第一视角看下去就比较朴素的工科生那种感觉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块仪表啊，仪表的侧面也有一个 USB 的插口，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，骑这个车偶尔去玩一下。它是一个圆形的液晶仪表，搭一个异形仪表的拼接啊，你看左侧啊有一些状态栏啊、挡显呀、发动机提示啊等等啊，那这个圆盘蓝色我是很喜欢的啊，有一点这种机械表的那种感觉啊。当然它其实是一个现代显示屏啊，里面信息也比较简单，但是都比较清晰啊，挡显、转速、时速都在里面，对吧？第一视角其实没有什么过多可以介绍的，这块表跟它的级别、价位是匹配的。好，我们来录一下本田 190TR 的动态体验视频啊，先打火听个声音。单缸的声音是比较单薄啊，不过这个车的震动感觉还可以，不是很强烈。好，我们开起来聊啊。动力体验下来跟老的版本没有什么区别啊，1档30， 2档60， 3档90， 4档可以实现破百。那190这个发动机还有这几台车我都骑过，所以我有它的葵花宝典正确打开方式啊。190指的是不要用1档，时速尽量控制在90以下。那日常就用2档起步，起步的时候油门可以多给一点，离合可以放慢一点，那起步就比较平顺了啊。然后转速尽量控制在6、7千转，你就换挡啊，尽量不要超过90的时速，是这台车比较舒服和有劲儿的一种感觉啊。然后我最近一直在骑100匹左右的大车嘛，刚换到这台车上，那灵活性啊，那种轻巧的感觉，那种掌控感觉，那种钻车缝溜起来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。只有1.3米几，车身灵活性确实没得说啊，车头甚至我都觉得有点过于的贼了，还需要反向适应一下啊。然后这边没什么车，我们来说一下它的刹车，因为这次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升级，就是双通道的 ABS 啊，是一个安全性很重要的一个升级，也是大家期盼已久了嘛。但这个刹车老实说，之前老的版本我就没有太大的怨言啊，我基本上日常骑就1指2指刹，遇到紧急情况其实都没有啥紧急情况，因为你也不会骑得很快，对吧？刹车倒不是说它配置有多高，车轻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啊，那只有140，再加上我那不到300的一个质量了，对吧？还是游刃有余的，反正这个方面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当然这套轮胎啊，因为现在换了正新的这套轮胎嘛，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些作用，抓地性能会更好。而且因为现在已经比较冷了，那这套轮胎在我过这种白线呀之前的那种会有一些细碎的作动，那这套胎我的感觉会给我公路驾驶上提供更好的一种信心啊，是我喜欢的一个升级啊。那个车你像我现在开去咖啡厅打卡，然后可以骑到100多的一个速度啊，那你日常周末出去玩一下怎么样也还可以啊，有这个能力啊，但确实不是他擅长的部分啊。为什么？你看，第一，他这种车比较小巧，你骑到100多以后啊，这种风阻也比较大，因为它是一个街车的造型嘛。还有就是你参考它的轴距啊，1.3米几，车重140多。那如果我们快速通过大桥啊，有横风的时候，那就没有一个我骑650那种信心的感觉了。那这台车的定位啊，也就是一个你日常走街啊、上下班通勤啊、
当一个代步工具，周末偶尔去玩一下这样的啊，不要过于激烈的去驾驶它。比如说我最近一直骑100多匹的车，你拿那种风格来驾驶它，显然就有点强人所难了。然后这个减震我们也来说一下，整体风格就很本田，就很够用啊，也就只有够用啊。明显感觉到它是在做工的，可以帮你处理一下一些路面的状况。但是我现在骑得比较快，连续通过这样的减速带的时候啊，你就觉得路感反馈有点过多了，对吧？就够用啊，就很本田，大家懂得啊。然后这个车你以6、7千转5档啊这样的一种骑行，比如说你卡着60啊、70这样的时速骑，就比较舒服。第一，在这种工况下，它动力还是有余量的。那比如说我现在需要超个车，你从60多来到90多，那你给把油，我觉得这个速度啊不用等待太长时间，你又有一种心理底气。第二就是这样的一个转速和时速骑行下，整个车辆的状态是比较享受的，比如说震动抑制啊这方面，我觉得是在这个区间运行比较享受的。那这个车的震动，我感觉要比国产的250的单缸还要更好一些，震动再小一点啊。当然，因为它是单缸嘛，你来到8000多转的时候，那震感也是比较明确的，这可能是所有单缸车都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事情。那像基础的机械素质方面啊，就没有什么可挑的啊，油门的这种线性程度啊、调教都挺跟手的，而且是很利于上手的那种感觉啊。滑动离合手感很轻，一指就可以掌握，所以女孩子骑起来也没有什么负担。换挡那个行程是算短的那种表现啊。很好掌控啊，这个车就是一个新手定位啊，入门级的啊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学习成本，基本上你适应一下它的整个骑姿，还有它的动力响应的这种感觉，就没有什么问题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也试了一下非常低速的一种骑行啊，对吧？我基本上就是怠速骑行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1档、2档、3档，其实我都试了啊，它居然1档、2档在开到5左右的时候也不会脱档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对吧？啊，当然我觉得正常人也一般不会这么骑，咱们只是做一个展示，模拟在极其堵车的情况下，我们要跟车啊，你也可以不用过分担心熄火的问题啊。那这台车跟它的目标客户群体这种一致性还是很强的。所以我们就说回来，这台车的一个定位啊，那其实190这个平台已经很成熟了，推出了这么多年，它所有的优点也好，缺点也好，已经是一种透明化的一种状态了。那你要不要选这台车呢？其实我觉得有2个人不太适合。第一，就是身材特别高大的人啊，你就180斤、1.85米以上的话，那骑这个车画风是不太好的。第二，你买车的定位是拿来玩的，就是拿来造的，你知道吗？那这台车显然它是更多的工具属性的那种表达。然后全新的这些升级也好，ABS 啊、大灯呀，还有全新的这种轮胎呀，对吧？我觉得都是正向的一种表现。其实这个车能否成功，主要是看一个价格。那之前17000的价格，你知道在今时今日看着，那的确是没多少竞争力了啊。但是12980的话，就这个造型的出片率，值不值得多看2眼？